欢迎来到阿里厨房，今天咱们来炒石螺。买回来的石螺先放水里洗一洗，我是不太建议买那些剪好的螺，除非你知道它是什么时候被剪的，也不在乎螺尾的沙泥。洗干净，再放点清水养一段时间。这时候你可以放点油盐辣椒之类的，据说可以加快它吐皮的速度。我还是放我的雷神之锤吧。别问为什么，这是一种信仰。养多久是没有标准答案的，因为你不知道它来自哪儿，被捕多久了，一般也就1-2天吧。期间还得要多帮它换水，不然就很容易先走一步了。养轻了之后就把螺尾逐一剪掉，可以顺便数数有多少个，也可以像我这样把思绪放飞了。想起来一首诗：中秋佳節近如何，餅嚟家家貴餸多。拜把上我斟月下，烏頭啖邊又香螺。除了月饼、水果、石螺以外，还有一样是中秋节必须要吃的。下期咱们就来吃它，怎么样？猜猜是啥？等云游回来了，也就搞定了。多放点盐进去，盖上个东西，会玩骰子吗？来，尽情的摇起来。在无数次的碰撞中，碎壳、尾鳍也就在摩擦间被分离了。缺点就是没有点数，就算有也数不过来吧。放点水洗洗就能看到效果了。就这样捞洗，让那些碎屑残渣沉底。来看看，效果还是很显著的哈。把水过清了，控水备用。炒石螺是离不开紫苏的，这是定律。姜蒜、豆豉、干辣椒都来一点。石螺是寒性的，姜可以多来一些。青红椒配点颜色，再配点水淀粉就齐了。锅里放上姜片，再把石螺放进去。如果石螺的来源比较好的话，可以不做预处理的，直接生炒，不然最好还是预熟一下。预熟的方式有2种，飞水和干煸，我用的是干煸，炒2下就会开始出水了。飞水出来的螺肉爽脆味淡，干煸出来的螺肉弹牙味浓，都很好，看自己喜欢吧。我是不想浪费一锅开水，就直接干煸了。炒到它不再出水就可以先铲出来了。洗锅，再来热锅下油，先下豆豉，小火炒香，再下姜蒜爆香，嗅到香气了，下干辣椒，再来上一勺面豉酱，改大火炒出香气，提高锅温，再下石螺炒匀。看着锅里冒烟了，说明锅温上来了。沿锅边蘸进去一些花雕，去腥增香，同时把锅温拉下去。这时候指定会满屋飘香的。再翻2下子，就往里倒进去一些开水，开始调味，盐和糖各来一点，蚝油来一点，翻匀。这时候明显感觉水有点少了，可以再加一点吧，没关系的，但一定要加开水，不能让它忽冷忽热的，容易感冒，不好做。热煮一会儿，不用太久的，2-3分钟就可以。期间也要翻动一下。石螺也是很怪的，煮了刚熟就很好做，煮过了就只能用牙签挑着吃了。差不多了，用水淀粉勾个芡，青红椒进锅，把它炒断生了，同时也收一下汤汁，汁水不能太多，也不能没有了，有点汤汁才够味。最后放紫苏，翻匀就可以出锅了。这汤汁的作用就在这里了，一定要蘸上汤汁再入口，很好做，不用下手的，轻轻吸2下就出来了。如果不会做，也可以用牙签挑的。这个季节的石螺是最肥美的，看着满肚子都是卵呢，极少会有像吃石子一样的肉螺。而且据说吃石螺对眼睛特别好，所以广东就有了中秋捉螺赏月的习俗。我是阿里，谢谢您的观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